我携世界资本做空麻大国，开启震撼全球的金融战。我要对麻大国发起制裁。天们要对麻大国发起制裁，一个人对世界排名前5的麻大国发起制裁。三金，就凭你刚刚那些话，我就可以治你1万次死罪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夏首富就能如此嚣张了。我告诉你，在一个国家面前，哪怕是最小的国家，你连个屁都算不上。不久后，麻大国的股市、期货、货币、资源市场等等将全方位崩塌。全世界有想狠狠赚一笔的，记得提前在麻大国各个市场进行做空操作。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麻大国最终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破产，沦为3等垃圾国。画面消失，现场依旧回响着三金的声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三金绝对是在吹牛，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制裁得了一个国家？想让一个国家破产，而且是世界排名前5的国家破产，就算是我们这些人也很难做到。麻大国的经济状况良好，已经连续列为发达国家70多年了，想让它破产，我觉得三金是在痴人说梦。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罢联储加息以来，麻大国的经济很不稳定，三金突然在这个时候高调宣布发起制裁，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是说三金真有可能制裁成功？白龙王在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不用我说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进帮助麻大国和西马？是呀，趁着这次机会，我们可以给三金来一个瓮中捉鳖，让他狠狠地亏一次，甚至是破产。要做多就必须停止罢联储加息，更何况跟进做多麻大国，大概率是伤敌1000自损800。我就问一句，你们这些高层谁愿意亏钱帮忙？有愿意的请举手。果然没有一个人举手。基金会的团结仅限于能赚钱的时候。既然如此，我们就让子弹飞一回吧。第3主神和麻大国的实力并不弱，三金想做空不难，但想让麻大国破产难于上青天。三金若是真拼个倾家荡产去制裁麻大国，到那时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1周的时间过去了，三金虽然迟迟未动，但麻大国的大盘已经暴跌了20%。马努斯先生，股市、货币市场和期货市场已经趋于稳定，虽然还在阴跌，但暂时不会有什么风险了。一句话就让我整体资产跌了20%。如果真的攻过来，我资产暴跌的可能性太大了。这几天有按我安排的去做吧。按您的吩咐，公子院吃的喝得住的都非常难受。她从小到大都是千金大小姐，这样的苦想必已经吃不消了。哪怕为了胎儿着想，她也应该妥协了。说着，两人来到公子院的牢房前。哎呀，龚小姐，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龚小姐怀孕了，必须伺候好她。你们就是这么伺候的吗？万一龚小姐流产了怎么办？哼，我若流产了，各位一定会给我的孩子陪葬。龚小姐，何必如此呢？明明只要你交出芯片技术，你就能立刻回国享受荣华富贵的，何必在这里吃苦受罪，还拖累自己腹中的孩子呢？突然来找我，是害怕我家先生了吗？哈哈，我告诉你，三金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根本没把你们放在心上。整整7天，他什么动静都没有。全世界相信他来麻大国做空的股民，全部被我套牢在股市里了。龚小姐啊，我太了解男人了，尤其是像三金那种身价的男人，他怎么可能拼着倾家荡产来跟一个国家对抗呢？一约既定，万伤无阻。我家先生说要麻大国破产，你们麻大国就一定会破产。各地的股界盟友都联系上了吧？都已经联系上了，大家都咽不下这口气。好，开始吧。鸿蒙会会员，骆驼国地主阿卜杜准备就绪。鸿蒙会会员，日落帝国艾莎公主准备完毕。鸿蒙会会员，风车国黑族克里昂家族全员准备就绪。毛熊国准备完毕，朱桓国准备完毕。羚羊和操盘手们全都沸腾了。一令即出，万熊听命，大丈夫当如斯啊！兄弟们，你们今天不光是在操盘，还是在救老板娘，也是在为咱大夏国争一口气。给我狠狠的打，打出咱们大夏人的气势来！干就完了，小小麻大国也敢欺辱我们大夏！3万亿的空头资金入场，让原本就一直阴跌不休的麻大国狂跌不止。这是全世界的大空头都来麻大国了吗？官方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出手护盘？这是不让我们股民活了吗？天要亡我麻大国啊！诡异的是，直到休市，麻大国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该死的西蒙马努斯为什么不出招？他有病吗？确实很奇怪。讲道理，就算西蒙马努斯不下命令，麻大国官方也早该出来护盘了。要么是麻大国和第3主神还没反应过来，或者是酝酿着什么大招进行反制，要么就是三金用了什么伎俩，让麻大国官方和第3主神没办法出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股市被三金攻陷。我们难道就没办法帮西蒙一把吗？哼！我警告你，这种敏感时期，你最好是选择口头支持。但凡你敢去跟三金唱反调，一定会引起上峰的不满，以后日子别想好过了。不过胜负还未可知，只要基金会及时入场，三金就算是把全部身价10几万亿投进去，也要亏得倾家荡产。与此同时，风红阳两人与诸多支持三金的高层也都聚集在一起。诸位，我大夏一名白手起家的商人，在强大霸道的麻大国压迫下，居然奋起反抗，要以一己之力制裁一个国家，而且就在刚刚，他
他的第一波制裁已经成功，马大国的股市一天就跌了46%，达到了完全崩盘的地步。但只是让区区一个股市崩盘，还远不能让马大国破产。在这里，我建议诸位同僚为三金助力一把。上峰也表示要不遗余力地支持三金。我们大夏早已过了那个需要忍辱负重的阶段，咱们的人被欺负了，我们就是要打回去，打到敌人痛了，以后就不会有人敢小看我们了。钱呢？老子让家族捐了那么多钱，还有让你们准备的那么多资金都去哪了？马努斯先生，这都要怪霸国加息，导致咱们也跟着加息，国家负债太严重了，每个月光是利息支付都是一笔天文数字。现在国库空虚，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啊，都怪霸国吸我们的血，这大半年咱们已经被霸国收割不少资产了。马努斯先生，基金会那边没有资金支持吗？没错，抓公子月的任务可是基金会布置下来的，现在咱们缺钱了，他们理应补上这个亏空。马大国又没到破产的地步，基金会怎么可能会给钱？那我们没招了。是啊，现在就您的家族和基金会能拿出那么一大笔资金吗？走保守打法吧，让官方制造一些假利好消息，同时再颁布一系列利好股市的政策，吸引世界资本。保守打法作用恐怕不大，要不咱们超发货币吧？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人家只是出了1对3，你上来就把王炸给交了。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超发货币。当天，马大国官方紧急发布了公告，我国已经准备好了10万亿资金，将注入股市刺激大盘。另外，官方将召开头部券商座谈会，以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为核心，多方向刺激股市上涨。一番造势下来，的确起了作用，马大国股市止跌为涨。太好了，国家终于进场护盘了，我们散户有救了！马大国万岁！干死白龙王，干死那些做空的人！马大国总算是发力了，10万亿的对冲资金，还有那么多利好消息，明天马大国股市肯定要涨疯了。如果真有这么多钱的话，今天下午休市之前应该会有一波巨大的涨幅才对，但是涨幅似乎不算大。10万亿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但是3、5万亿应该问题不大，应该是这笔对冲资金还没完全入市，等到资金入市到位，这波利空应该就会结束了。三金居然觉得自己能把马大国逼到绝境，我倒要看看，最后他闹这么大却没把人救回来，该如何收场？三金，你认为马大国这10万亿的对冲资金有多少钱是能真实掏出来的？最多5000亿。那明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发起总攻了？不急，现在利好政策刚出来，先让散户们入场，方便我收割一波。等过几天，我们联合其他领域的制裁手段，把他们一锅端了。最终，马大国一定会选择超发货币来应对危机，而那个时候也是马大国破产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马大国一定会超发？不超发货币就没钱解决这次危机。虽然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该喝还是得忍着往嘴里咽。而且超发货币之前，马大国的那些高层还有转移资产的事件，只要他们死不了，国家怎么样，人民怎么样，他们是不会在乎的。你小子的阳谋已经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很快1周过去了，三金猛然睁开了布满血丝的眼睛。时机一到，通知所有盟友全军出击。一声令下，吴老星、鸿蒙会会员们再次杀入马大国股市，一瞬间就把还在缓慢上升的马大国股市给砸得下跌了30%。什么情况？又来？莫慌，马大国有10万亿的护盘资金呢，区3万亿算什么？你们快看新闻，马大国根本没有10万亿的护盘资金，这一切都是谎言。仅3分钟，马大国刚刚抬升回去的点数全部跌了回去，无人能抵挡的股灾发生了。三金居然玩真的，做空成本这么高，他自己也要亏不少钱，疯了吗？撑过去这一波就好了。撑过去，股市已经停止交易了。但凡3天不开市，所有人都将知道我们马大国的股市是人为操作的，全世界的公司、股民都将不再来炒股。你难道认为3天之后，三金就不会继续做空吗？现在不过是饮鸩止渴罢了。不见三金说地啊，的确无人敢称第一，我们玩不过，只能认栽了。幸好三金只能在股市这块做文章了，虽然损失很大，但也不是撑不住。马努斯先生不好了，我国期货市场发生了剧烈动荡。我控制期货市场，引发马大国危机爆发，大夏态度强硬的谈判。马努斯先生不好了，我国期货市场发生了剧烈动荡。是不是三金又不要命的做空了？不是的，很多期货涨得离谱，但是有很多却跌得吓人。总之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期货这东西玩的是供需关系，你做多我拼命补货，你做空我拼命放货就是了。我还就不信了，他一个人能斗得过一个国家的库存？三金疯了吗？一个人敢去硬刚一个国家的期货市场？期货玩的是供需，玩大的期货必须有货做支撑。马大国一整个国家的货得有多少啊？是啊，股市这一步走得多妙啊！怎么突然来了一手臭棋？人们都很不理解三金的操作，金融专家们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动荡未免也太大了。马大国上市的50个品种里，有一半暴跌50%，一半价格涨了1倍还多。期货不是股票，光砸钱那是会血本无归的。三金太自信了，自信到已经狂妄的地步了。1万亿的资金加满杠杆，只要有10%的指数亏损，那就要爆仓的。搞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很快，马大国紧急发布了数条公告：我国期货市场的石油、粮食品类、矿产、黄金等价格涨幅过高，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现开放库存，调用全部库存来降温此类型期货。国产大豆、铁矿石、棉花等跌幅过大，现进行官方收购行为，此类期货价格均按国际期货市场均价多1成进行收购。1天后，三金爆仓损失高达2万亿，期货之战以马大国完胜告终。我说了，三金这步棋走得太臭了，毕竟才30岁出头，在金融界只能算是毛头小子。呵呵，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样一出人间喜剧，也挺有意思的。三金简直太搞笑了，去冲人家的期货市场，直接被人家一手给送走了。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是人又不是神，我了解他。公子院对他而言是绝对的软肋，三金他乱了阵脚，失了心智也是有可能的。但愿如此吧。这次如果三金真的失败了，那么我们就能一起联名上书，让三金再也不能参与到官方选拔中来，永绝后患。金总，1号到300号全部爆仓，我们投入的2万亿资金，现在只剩下3亿了。做得好，亏损只是为了迷惑敌人。现在马大国把未来几年的粮食、石油、矿产和黄金类期货库存全部调出来卖了，还提高了那么多无关紧要期货的收购价格，连停止交易的股市也再次打开了大门。我终于能彻底放手一搏了。您那2万亿只是鱼饵。所有人进行最后大反击。三金的恐怖真正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让人去给马大国官方通知，从今天起，骆驼国包括周边整个石油区域都不再出口石油给他。陛下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毕竟马大国跟我们的经济来往挺密切的，而且咱们还库存了不少麻元。你不说我差点忘了，通知下去，把所有的麻元取出来，随时准备抛售。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世界各地，石油、页岩油、粮食、黄金、矿产等鸿蒙会垄断资源，通通给马大国断掉了。马努斯先生，天要塌了！什么天塌地陷的？冷静点！刚刚骆驼国发来消息说，沙漠地区石油减产严重，要断了咱们的供给。什么？一旦石油被断供，那很可能出现能源危机。我们还有多少库存？之前为了稳定期货市场，库存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只剩下不到450万桶了，撑不了多久的。什么？全部被抢光了？老子没放话，谁让你们卖掉的？怎么了？骆驼国那边不讲武德，直接对全世界发布了这条新闻。现在全马大国人都知道油价要暴涨，把库存的450万桶油全部买光。主神大人，现在怎么办啊？别慌，基金会那么多成员呢，我们可以找他们买石油。马努斯先生不好了，卖给我们粮食的那几个出口大国集体宣布断供。我们查了一下，这次的断供是由红星粮食集团牵头的，马上给大夏官方发信息，谴责他们这种不顾马大国公民死活的自私行为。不好了，马努斯先生，毛熊国最大天然气供应商宣布要断供了。马努斯先生，全世界最大的几个黄金供应商要断供了，我们很多工业制品是少不了用黄金的啊。马国最大的食用油供应商宣布断供了，我们很可能炒菜吃的油都没了。无数战略资源对马大国宣布断供的消息，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世界，这让马大国人民疯狂地涌入超市抢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俨然一副末世的景象。期货市场的连锁效应很快传入了股市，97%的股民选择恐慌性抛盘，所有外资全部撤资跑路。马大国的期货市场崩盘了，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齐上阵，这他妈谁扛得住啊？这也太可怕了！三金一个人居然能调动那么多战略资源，可笑我们之前还觉得三金这么操作很幼稚，原来幼稚的人是我们自己啊！基金会的主神们一脸的难以置信。所罗门大人，西蒙派人连着发了10几次求救信号了，想让基金会拨款和资源过去救马大国。拿什么救？马大国已经崩盘了，现在拨多少钱进去，也只是填窟窿，绝对拿不回来的那种，更别说有什么利润可言了。那我们怎么办？西蒙一开始就说了，如果出事了，必须咱们负责的。他有听我的话吗？我让他引渡公子院的时候，他不是也耍了心眼吗？是他不守信在先的。另外一边，风红羊与基隆象两人满面春风，笑容满满。三金这小子真是干得漂亮啊！是啊，狠狠的给咱大夏国出了一口恶气。照这个情况下去，就算马大国不破产，估计也扛不住被断供，要向三金投降了。两位大人，西蒙马努斯带着马大国高层亲自来大夏了，上峰指明要求2位去接见他们。哼哼，这是来找我们要饭来了，去会这些乞丐。你们来有什么事吗？我们工作很忙，能给贵方的时间不多，请长话短说。三金联合各个领域的顶级资源断了我们马大国供给，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这其中也包括你们的红星粮食集团。我要问问大夏是几个意思？难不成是想与我马大国交恶吗？你们大夏这么做，简直就是不给我们马大国半点面子。现在我们马大国国内乱成那样，你们大夏起码要负1半的责任。打住！如果你们来找我们就是为了无理取闹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们马大国没有资格在我大夏指手画脚。风先生，贵国难道不怕与我们马大国断交吗？非但如此，我们还将禁止出口垃圾给你们大夏，后果有多严重，你自己想想吧。
你们笑什么？不要忘了，我们可是你们最重要的合作国，而且你们诸多工业制品都是需要从我们的垃圾里提炼。如果我们断了你们的垃圾供给，你们的工业将遭受重创。看来咱们得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自以为是了。来人，马上去发布一个公告。风老您请讲。从今天开始，大夏将全面禁止进口垃圾，已经签了合约的，继续按合同进口完再截止。至于马大国的垃圾进口合约满，直接作废，违约金1分不赔。你们这么做一定会后悔的。我们需要的材料已经完全能自给自足了，不需要你们的垃圾。倒是你们好好想想吧，每年几千万吨的垃圾非但卖不出去了，还得自掏腰包做垃圾处理，这可是很大一笔费用哟。麻大国高层被对得哑口无言，脸色涨红。垃圾的事情暂且不提，但是恢复供给这件事，大夏没理由不答应吧？毕竟罪魁祸首是你们大夏人，把它交给我们也是理所应当的。风红阳直接被气笑了。抱歉，做不到。为什么？我方理由合情合理，就算你们不愿意交出3斤，总得答应1、2个条件吧？因为贵方的条件不合理，就这么简单。不合理，我们可以往合理的方面谈吗？没必要全拒绝啊。可以，先把公子院放了，其他条件我们可以慢慢谈。风先生，你僭越了。僭越的是你们麻大国，公子院是我国合法公民，而且还怀着孕。你们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抓他，完全无视我方的尊严。这么多年麻大国与大夏谈判，大夏都是客客气气的，怎么现在的态度说变就变了？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我不再逮捕3斤，大夏呢得恢复我们的供给，同时再借一笔钱给我们，帮我们度过危机，这总没问题了吧？嘿嘿，其实这次负责谈判的另有其人。这样吧，马努斯先生，只要你能说服他，那我和小鸡绝对不会有意见。那快请你们这边的负责人出来谈谈吧。诸位麻大国的朋友，别来无恙啊！我一招釜底抽薪，欲要做空麻大国货币。各位别来无恙啊！风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次断供是3斤牵头搞起来的，你若是能跟他谈判成功，那我们这些人自然就没意见了。马努斯先生，3斤这个人很大气，除非是别人把他恶心到姥姥家了，一般小打小闹的事他不会在意的。麻大国什么情况啊？怎么能劳烦诸位大佬一起来我大夏商谈呢？明人不说暗话，这么阴阳怪气有意思吗？行，那你想怎么个谈法？3斤先生，您夫人在我们手里，想来你很急吧？我自然很急了，我把老婆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你们说，我老婆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会做什么呢？3斤，你的妻子是犯了偷窃罪才被抓的。她有没有偷窃，你我心里都清楚，不用跟我扯这些。我现在给你们一次机会，把我老婆恭恭敬敬的送回来，再赔偿心愿资本3万亿的损失，我保证让麻大国恢复如初。你做什么白日梦呢？我告诉你，我们跟你谈的前提条件就是不把公子院送回来。这次的事情你要负全责的。对，要是放在平时，我们早就按恶意经济攻击罪逮捕你了。马上恢复供给，再赔付给我们双倍损失，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给公子院减刑。西蒙马努斯，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麻大国如果破产，你这尊主神也必将随之陨落。现在你还有机会挽救，不要自误。3斤我可以给你交个底，这次是全市基金会出的主意，我也没办法。您的妻子这边，我可以尽早把她送回来。您这边能不能先恢复供给，给我们一点诚意，我也好回去做安排。那就是没得聊了。3斤，你还真以为我们非求你不可吗？我告诉你，我的方案已经是做了最大的让步了，别给脸不要脸。如果不是非我不可，你们来大夏干什么？不要以为我第3主神是白做的，基金会拥有全世界所有的资源，拯救小小的一个麻大国，只是分分钟的事情。那你去求基金会好了。所有人立刻跟我去罢国，我们找基金会帮忙。很快，西蒙带着一众高层来到了基金会总部。西蒙，你如此兴师动众的，所为何事啊？所罗门，3斤他利用自己名下的资源，又联合大夏官方以及多个国家，对麻大国进行断供制裁。现在全国上下混乱一片，很多人吃饭和取暖都是大问题。再这么下去，恐怕要不了1个月，麻大国就得破产。所以我只能来求助各位了。你想我们怎么帮忙？粮食、石油，还有各种资源。我希望各位成员能捐就捐一些。还有，现在麻大国非常缺钱，我预计要平息国内的这些危机，最少需要10万亿。当然，这算是我们借的，至于利息咱们好商量。听到这些，主神们脸色立马就黑了。开玩笑，麻大国去年的 GDP 才25万亿不到，张口就敢要10万亿。别说捐了，就是平价卖给麻大国，那都算是亏损。各位，西蒙这次确实遇到了困难，要不你们能帮就帮忙。今年除了大夏，咱们这些国家经济都不太景气，现在我们都自顾不暇，哪还有空余的资源捐出去啊？是啊，今年我们国家的天然气费用也涨得很厉害，很多人都开始烧柴火了。我们国家粮食和石油也是一天一个价，大家都在拼命抢购呢。西蒙，你也看到了，大家都有困难，你理解一下。咱们不是之前说好了吗？怎么事到临头就翻脸不认账了？什么时候说好的？我怎么不知道？就是啊，说这话
话有证据吗？西蒙，你不能因为你的资产都在麻大国就开始胡说八道啊！都不认账是吧？那行，那我就答应3金割地赔款的要求，再把公子院送回去。西蒙，你好歹也是第3主神，别搞得跟泼妇一样好吗？我不在乎脸面，所罗门，我只想问你，帮不帮这个忙？如果不帮，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以后基金会布置的任务，风险大的都可以不用做？毕竟基金会不会兜底，出了事要自己负责。还有，你不要老是把压力压给大家，我就问你自己这次帮不帮忙？如果帮，打算帮到什么程度？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看向所罗门。西蒙，我什么时候说不帮忙了？这样吧，晚上咱们单独聊这件事。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诸位举手投票吧，我们要不要帮这个忙？主神们互相看了看，最终都没有举手。既然大家都不同意帮忙，那我也没办法了。基金会是个民主的组织，一切都得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可是不帮的话，难不成我们就这么看着？当然不能就这么看着了。其实这次麻大国出事对我们而言未必算是坏事，我们可以这么做。所罗门说完自己的计划，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家不要觉得不忍心，西蒙和他的家族是为了基金会的目标做出了贡献，我觉得他应该感到骄傲才对。3间，西蒙如果真找到基金会帮忙，那你可要损失惨重了。雪中送炭难，趁火打劫夜，等着看吧，基金会说不定要价比我还狠。晚上，西蒙来到所罗门的庄园。所罗门，麻大国的事你打算怎么解决？供给可以给，大家都觉得这个忙还是要帮的，毕竟都是一家人。怎么个给法？大家都捐一些，还是说便宜卖给我们？都不是。行吧，按照市场价卖我也能接受，只是没想到大家这么不讲义气。也不是市场价，难不成你们还想加价？老弟啊，大家愿意拿出大批供给给你，已经很给面子了。毕竟你现在找谁都不会卖给你，就算真有人愿意买，那价格也肯定是天价。与其让别人赚这个钱，不如便宜自家兄弟。饶是已经猜到这个结果，西蒙内心还是一片凄凉。你们能给的最低价是多少？所罗门笑着伸出3根手指，比市价高3成，你们也太黑了吧！不是3成，是3倍。这个价格是把我和麻大国往死路上逼。西蒙，你就是暂时性的过渡一下，等麻大国恢复元气了，你们马努斯家族肯定能把钱捞回来的。供给这块，我暂时先答应下来。那借贷的利息呢？都是自家兄弟嘛，提利息多伤人啊！有什么条件你就直说吧。我们把这10万亿免费借给你，当然了，你马大国的资产就先给我们吧。反正就这状况，估计你也运营不下去了。10万亿就想买马努斯家族的产业，你们不觉得做得太过分了吗？不过分啊！如果马大国破产了，你们马努斯家族肯定也逃不掉被收割的下场。我们让你拿钱去解决危机，还帮你经营产业，这才是帮了你的大忙呢。不愧是基金会，哪怕是我这样贡献了几10年的老人，也照歌不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这是在帮你。所罗门，现在就你我2人，何必在这装蒜呢？什么伟大的目标，那不过只是你吸血的手段罢了。这么多年，主神使徒换了多少人了？只有你和霸国屹立不倒，连年财富暴涨。我现在甚至都怀疑抓公子院这个事是不是你设计好的，就是想激怒白龙王，然后好对我进行收割。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你现在要么把这部分利益让给3金，要么把这部分利益让给基金会。肥水不流外人田，无论你选哪个，都得付出不菲的代价。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便宜外人呢？所罗门知道西蒙肯定会选择基金会，因为他不能再得罪一个恐怖的敌人了。好，我答应你，合作愉快。几天后，麻大国高调宣布即将恢复粮食、石油、矿产等各种必需品的供应，期货、股票市场也因此有了部分起色。3间，基金会出手了，麻大国貌似恢复元气了。我知道，不过西蒙马努斯绝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拿到基金会的支持。你别管他付出什么代价，一旦供给完全恢复，10万亿资金真的注入到市场里去，整个麻大国将会再次被盘活。你之前的那些做空资金，怕是也要亏进去。我等的就是基金会下场。难道你一开始就不只想算计麻大国，想连着基金会一起算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3金的胃口未免大得让人心颤啊！只教训对手的一条狗有什么意思啊？杀鸡儆猴只能治标，连着猴子一起杀了才能治本。说着，3金将电脑转向风红羊。这是你在炒麻元，你想让麻大国货币彻底崩盘？不光是我，这些天我已经联系了麻大国的诸多敌人，还有鸿蒙会大量持有麻元的会员，联手一起做空麻元。我做空麻元，让麻大国陷入危机，全世界的资本大鳄入局。我已经联合了鸿蒙会大量持有麻元的会员，一起做空麻元。现在只要我一声令下，大量的麻元将会从世界各地海量抛售。这股恐慌情绪带动下，持有麻元的个人和机构绝对会跟随疯狂抛售，麻元的市场汇率将持续走低。我之所以还没下这个命令，就是在等西蒙马努斯去找基金会求助。风红羊眼前一亮，妙啊，这招真是绝了！基金会卖给麻大国的供给都是用麻元结算的，一旦麻元一文不值，这批价值不菲的供给等于是白白损
损失了。而基金会的援助资金用的是霸国币，如果签订的是用麻元偿还的话，就会连累霸国币一起走低。没想到你竟然算计到了这一步，要是真被你下成这盘棋，基金会虽然不至于破产，但绝对会大出血。西蒙马努斯说服了麻大国高层以3倍的价格购买基金会的供给，钱已经打过去了。另外，基金会首批援助的霸国币马上就要入账了，后续的援助资金据说要分批次入账。好，林阳，立刻让新院证券开始进行做空操作。阿卜杜，你手里无论有多少麻元，全部抛售出去。艾莎公主以皇室的名义出一个公告，从今天起，兰西帝国将不再接受麻元自由兑换，直到麻元恢复稳定为止。一道道命令如同一道道催命符，狠狠地拍在了麻大国身上。2天后，麻元的汇率跌到了1比27，创历史新低。麻大国的经济危机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怎么麻元下跌的这么恐怖？麻元要完了，麻大国要破产了！大家快抛啊！再不抛，手里的麻元可能真成白纸了。恐慌的情绪带动羊群效应出现了。三金塔联合了10几家国际对冲基金，疯狂做空麻元。现在市场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到极点了，散户和机构都在不要命的抛售，国内刚稳定下来的物价又在疯狂上涨了。快去中央银行拿出2000亿霸国币吸纳麻元，同时大幅提高息率，禁止当地银行借麻元给投机者。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实时关注着麻元做空事件，几乎10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关注此事。这几天麻元汇率跌得太狠了，麻大国官方投入那么多钱保汇率的效果很一般。我有个朋友是麻大国人，他们说连本国的人都完全不敢存麻元了，都在疯狂的兑换外币。这场做空有这么恐怖吗？所罗门，我们已经把钱全部花光了，如果后续资金再不到位，麻元将彻底崩盘。继续给你钱，你能100%保证麻元汇率稳定下来吗？我能保证。新院资本已经往麻大国各类市场砸了近5万亿了，现在三金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只要我们坚持住，麻大国就有救了。你不是想要马努斯家族的资产吗？要是家族破产了，就算我想给你，都没机会了。我以基金会和霸国官方的名义发一则公告，压压他们的气焰。不多久，霸国官方的公告出来了。麻元与霸国币联系紧密，恶意做空麻元已经严重影响了霸国币的价值体系。如果做空麻元的个人或者组织再不撤退，霸国将对其发出最高等级的制裁命令。霸国爸爸出手了，我就说麻大国与霸国关系这么好，没道理不帮忙的。那群做空的人现在估计已经汗流浃背了。霸国爸爸在此，我看谁再敢对我麻大国放肆。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了。公告一出，三金肯定是要退出做空了。没错，纵观整个历史上，就没有人敢跟霸国公开对着干的。而此时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了各国媒体上。我说过了，要麻大国破产，就一定会让他破产。霸国基金会，有种你们就来跟我对冲，否则麻大国破产之后，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们。全球的媒体都在转播三金的演讲，仅仅10分钟，观看人数就破了10亿。哈，狠起来连霸国和基金会都敢干，不愧是我大夏的种。霸国在世界上横行无忌，早该狠狠揍他了。可是人家主持人也说了，基金会这个组织有钱的吓人，三金应该干不过他吧？嗨，这你就不懂了。基金会要真想管，直接就下场了，不会发公告的。想管这事要亏太多钱了，不划算。商力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什么？麻大国他要搞，甚至连霸国和基金会他也要一块搞？是谁给他的勇气？那可是霸国啊！霸国和基金会，应该会下场教训三金的，对吧？下场教训三金的前提是有利可图，霸国不蠢，基金会更不蠢，他们怎么可能为了可笑的面子，真的下场跟三金硬刚？另外2位吴老星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大夏5000年的机遇，才能出这样一个盖世英雄啊！无论这一战是输是赢，三金都会被铭记于史册之中，光耀千秋万代而不朽，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此时一个神秘的网站沸腾了，只有实力达到一定的门槛，才配拥有英网的账号。三金太凶悍了，他根本不管什么舆论影响，什么制裁威慑，基金会打错算盘了。我们认为神明会跟我们凡人一样顾忌这顾忌那，殊不知对于神明而言，他们岂会去顾忌凡人的威胁？三金是人，不是神明，你说的太夸张了。基金会的所罗门，你们认为他是凡人吗？你们质疑过他在金融界堪比神明的雷霆手段吗？连主神三金都连斩好几尊了，你们还觉得他是普通人？当他冲天而起，以一己之力敢于对抗世界最强的国家，就已经是神了。突然，整个英网闪烁了起来。各位大佬好，我是三金，麻大国破产在即，欢迎有想分一杯羹的大佬加入我的做空大军。以往的安全防护系统堪比霸国军方，三金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黑入成功了？你怎么确定基金会和霸国一定就不会支援麻大国？这种做空的级别太高了，一旦亏损，我们有可能这几年都白干，没有100%保障，我们是不会行动的。这么说吧，我还有我的盟友掌握的麻元数额已经超过10万亿了，基金会的10万亿就算砸进来，最多也就是让麻元少跌一些。就算他们真的舍命陪君子，各位做空也是稳赚不赔的。既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我加入，算我一个。哪怕只能赚10%，只要本金够多，杠杆够大，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英网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基金会。所罗门大人，我们查到三金手里已经掌握了大量的麻原，并且想要在最近一口气全部抛售。如果我们不对冲，麻原崩盘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又是三金的阳谋，这消息肯定是他故意透露出来的。他让我看到他手里有这么多麻原，料定我肯定不会做亏本买卖，所以他才敢在媒体上那么大放厥词。明知道这是三金的计，我们还真就要按他的剧本走吗？所以说这是阳谋。现在霸国币已经被麻原连累的狂跌不少了，再继续砸，我怕我们基金会收割世界的工具也得崩。这样吧，你传我命令下去，我们跟着三金一起偷偷做空，毕竟收了那么多的麻原，留着也是一堆废纸。我操！此时跟英网大佬商量完细节后的三金长舒了一口气。Boss， 您的这招阳谋可真厉害，直接把手里的子弹全亮出来，让基金会自己做选择。入场跟我们对冲，就必须承受巨大亏损；不入场，那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麻大国破产，怎么选都难受无比。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什么选择？那就是成为我的盟友，跟我一起做空麻原，收割一波麻大国。不可能吧？记住了，何秘书，资本的本质就是一切向利益看齐。受教了。不过您这招拉大旗做虎皮也很厉害，叫嚣着要弄霸国，唬得对方一愣一愣的。如果我说的都是真话呢？您真的能办到吗？只能说有这个机会，不敢说100%做得到。上一世2008年的霸国遇到了近几十年来最可怕的次贷危机，也正因为这次危机，才让霸国没有精力去管大夏崛起，给了大夏接近10年的发展时间。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今天在媒体前说的话真的能实现。基金会第三主神欲要处死公子苑，我与死神赛跑奔赴法场。麻原占世界货币储备总量的5%，折合大夏币15万亿。今天我们手里要出手的麻原足足有10万亿，余下的那5万亿在霸国手里，基金会出不出手，决定着这场做空战的结果。时间到了，我们打先手，手中的麻原储备全部给我抛售出去。明白。阿卜杜、艾莎公主、科里昂，你们按照我之前发给你们的抛售时间表，分批次进行抛售。英网的大佬们，你们看情况入场吧。我只能告诉你们，越晚入场赚的越少，等快尘埃落定的时候再入场，肉就被吃光了。一瞬间，国际外汇市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麻原抛售大单冲天而起，各国的金融频道也都在实时直播这场做空战。看着不断下跌的麻原汇率，西蒙马努斯的心落入了谷底。马努斯先生，您的私人电话已经打爆了，国会的高层们一直在催您赶紧去找基金会求救。所罗门的私人电话打不通，基金会的接待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该死的，难道我们被抛弃了吗？那我们怎么办？加印麻原，兑换一切麻原能兑换的外汇进行对冲。什么？这无异于自杀。我知道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但是现在加印麻原，好歹我们能喘口气，为我们争取到逃跑的时间。麻大国破不破产无所谓，只要我们能在麻原崩盘之前跑掉，哪管他洪水滔天。好，我这就去下命令。Boss， 麻大国官方在用各国外汇吸纳麻原，下跌的麻原汇率居然硬生生被海量的外汇给拖住了。这笔钱是哪里来的？会不会是基金会出的钱？可能性不到1/1000。三金，西蒙马努斯疯了，他命令手下疯狂加印麻原，并在跟各国兑换外汇，来者不拒。他兑换的比例是多少？一开始只比大盘上的比例低一点，1比30左右，但是就这么一会，比例已经来到1比60了。而且看情况，只要你敢要，多低的比例他都敢跟你兑，这是彻底要把麻原干成废纸的节奏啊！西蒙马努斯疯了吗？他没疯，他这是要拿一个国家换他自己苟延残喘。如果我没猜错，他现在应该在秘密联系买家，售卖马努斯家族的资产。如果是这样的话，龚总怕是会有生命危险啊！一旦麻大国破产，西蒙马努斯就彻底没了顾忌。那个时候，就算他为了报复你，绝对饶不了公子苑。戴安娜，立刻联系麻大国高层，我让你部的棋子该动手了，保证完成任务。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别着急，让子弹飞一会，等基金会，等所罗门出手。当所罗门知道西蒙要跑路的时候，脸色逐渐阴沉下来。所罗门大人，现在怎么办？跟进做空麻原。可是我们这样做，不等于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甚至很有可能，我们把手里的货抛出去，会成为压死麻原的最后一棵稻草。我们真的要按照三金写的剧本行事吗？你糊涂！现在这情况，麻原崩盘，麻大国破产是迟早的事。跟进做空，我们还能弥补不少损失；不跟进，最终的结果不会变，而且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就算知道是三金不好的局，我们也必须跟进了。您说的对，利益高于一切。马上通知各国上流圈层，就说谁敢买马努斯家族的资产，谁就是基金会的敌人。另外，封锁麻原加印的消息，趁现在还有一些傻子愿意收麻原，我们可以跟着抛一些，弥补损失。星愿资本、红龙会以及英网大佬和基金会的联合出手，让麻大国的外汇储备直接被挤兑的荡然无存。马努斯先生，麻大国要完了。这段时间因为外资的大量撤出，国民产值锐减，大批企业破产，麻大国80%的人陷入了贫困。三金做空带来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物价崩坏。现在麻大国已经快退化成以物易物的社会了。麻大国这次的经济至少倒退了50年，所有的噩耗都在预示着麻大国即将破产。
三金，这是你逼我的，马上去给公子渊安排一场公审。不是已经审过了吗？再来一次有什么意义吗？这次的公审直接安排在法场，三金不妥协，那就让他亲眼见证自己老婆一尸两命。几天后，麻大国突然开启了一场直播。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我方发现来自大夏的公子渊女士不仅涉嫌盗窃高端技术，更涉嫌严重的国际战争罪，且罪大恶极，对麻大国破坏性极强。1小时后将进行全球审判，如定罪成功，则立刻施行死刑。无数人紧张地看着这一切。三金这次可能要妥协了，对方被逼急眼了。是啊，公审哪有在法场里搞的？三金这次要不能让麻大国、让马努斯家族满意，那公子渊绝对当场就会死。三金这下要难办喽，直接把人家老窝都给端了，人家还能惯着你？这次三金不扒一层皮，公子渊别想活下来。恐怕这次公子渊不死，也会被西蒙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留下把柄，就看三金的心理承受能力了。三金不可能妥协的，他发动这次做空大战，已经消耗了几乎所有的人脉和能量，所以如果西蒙要求三金赔偿损失，这笔钱只能他自己出，他不出，公子渊当场就会死。他想出，怕是整个西院资本赔出去都不够。嘿，进退两难，横竖都要狠狠的再挨一刀。疯子，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帮不上。别看咱们是五老星，这种级别的冲突，我们连插话的资格都没有。这次你不去三金那交代些什么了吗？他和公子渊已经为大夏做的足够多了，这一次我不想再逼他做什么了。三金啊，希望你别走上我的老路，那是一辈子都要背负罪孽的地狱啊！与此同时，三金接到西蒙的电话，说1小时后才开始公审，就为了留出时间和三金谈判。三金你很好，没想到麻大国还真让你逼得快破产了。其实如果不是有基金会帮忙，我想让麻大国破产，可能还要费很大的周折。我不想跟你多废话一句，还是那句话，想让公子渊活，给我10万亿，否则1小时后就是他的死期。10万亿太多了，我的钱几乎都拿出来做空麻园和麻大国股市了，现在手里能拿出来的只有1万亿。10万亿少1分都不行。三金，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就算我能凑够10万亿，你又怎么保证子渊的安全？三金啊，你还是这么不老实。10万亿，你有1小时的时间，到时候钱不到账，全球将见证公子渊的死亡。Boss， 现在怎么办？疯了，能给我安排一架音速战机吗？我要在1小时内赶到麻大国。没问题，万事小心，注意好自己的安全。10分钟后，三金骑着音速战机火速飞往麻大国。计划进行的如何？不是很顺利，不给族地主辛普森立业，估计他是不会松口的。让他等着我，就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另外，让训练好的难民过来，我有用。距离公审还有20分钟的时候，三金赶到了麻大国。辛普森在旁边的酒店，他知道公子渊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故意拖延到现在才松口，答应跟咱们谈判。走，去跟他过招。三金先生，我知道你很急，这样吧，我们只要5万亿，另外你恢复供给，再让鸿蒙会和阴网的那些人撤资，我们就答应帮你。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哪怕是麻大国没快破产的时候，这些条件我们也绝对不可能答应。三金先生，你的时间不多了，以你的能力，这些钱没了，10年之内肯定能赚回来，但是心爱的人没了，肯定会后悔一辈子。时间的确不多了，这样吧，我开出我的条件，你听听，能接受的话，咱们就算达成一致。您说，麻大国直接宣布破产，所有城市的经营权交由大夏来管控。以后麻大国不再使用麻元，而是使用大夏币，而我则恢复供给，停止做空，让麻大国恢复正常。你耍我呢？这么没诚意的话，那你就看着你老婆去死吧。反正麻大国没了以后，我们在国外还有资产，以后也能衣食无忧。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而是在通知你们。最后问你一次，答应还是不答应？我答应你大爷。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下一刻，几道黑影扑向辛普森，在众人骇然的目光中，麻大国地主死。辛普森先生真是太不幸了，被本国的难民给误杀了。那么，埃尔登先生同意我刚才的方案吗？三金，你怎么能这么无耻？我告诉你，话没说完，难民直接扑上去结果了葛罗斯·埃尔登。我再问一遍，就刚刚的条件，谁赞成？谁反对？赞成，我们赞成。好，因为辛普森和埃尔登不幸遇难，现在暂时由阿诺德接替地主之位，请各位立刻以官方身份对自己下属的各个部门进行官宣。三金还没打钱过来吗？还没到最终时间呢，别着急。主神大人，三金既然愿意给1万亿，那咱就先拿着，你又何必非得要10万亿呢？就是啊，三金好不容易才松口的，万一他要是放弃了公子渊，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法场的时钟响了起来，公子渊的审判时间到了。三金没打钱，他放弃公子渊了。我就知道，没有人愿意拿10万亿换一个女人。马努斯家族的人脸上充满了愤怒与不甘。等审判完了，先别弄死他，我要狠狠折磨他一番，以泄我心头之恨。我去找摄影师，我要让白龙王看到自己的妻子是如何被羞辱的。
孩子，妈妈对不起你，我可能是一个好女儿，可能是一个好妻子，但我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好母亲了。孩子，我不奢求你能原谅妈妈，只求来世能与你再续上这份缘。整个麻大国被笼罩在了乌云与雨幕之中，一辆疾驰的跑车在暴雨中急速前进。法场周围所有的道路都封住了吗？封住了，连一只苍蝇都逃不掉。没去法场的马努斯家族成员呢？全部抓住了，等候您的发落。好，再开快点，我不管路上有没有人，给我加速。怒吼声直上九霄，雨幕生生被雷电劈开。这一刻，就连苍天都在给三金让路。震撼全球的审判开始，我让麻大国成为大夏附属。龚小姐，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嘴硬不承认吗？哪怕你不承认，我们手里也证据确凿。我坚信自己无罪，更坚信三金无罪。好，拒绝认罪，罪加一等。现在我宣布，公子院罪名成立，施行死刑，立即执行。全球看直播的观众都捏了一把汗。开什么玩笑？公子院还怀着孕，而且应该是快生了，这完全是不尊重生命，不尊重人权。白龙王呢？他怎么还不来？白龙王是人又不是神，现在是麻大国以一国之力审判公子院，他怎么可能救得了？公子院，你后悔了吗？这人意思啊，什么荣华富贵，什么亲情温暖，什么功成名就就全没了。西蒙马努斯，你们这种人永远理解不了我们大夏人口中的大义是什么。无知的大夏人，留下你的遗言吧。公子院昂起胸膛，眼神逐渐冷冽而深邃。愿我的死亡成就他的大我。凭什么？凭什么三金能拥有这样绝世无双的女人？不是我，动手，立刻打死她！都给我住手！一道贯穿天地的怒吼声降临法场，三金大步流星奔向那个让他心心念念的姑娘。老婆，我来晚了，我让你和宝宝受太多的苦了，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没事的，别哭了，10几亿人看着呢。好。保护龚总去医院检查疗养，这一次不许再出任何差错，保证完成任务。此刻商家众人一片死寂。三金必定是与麻大国官方达成了合作，马努斯家族要完了。又让三金反转了，他到底是人还是神？新任总部的一众高管全都激动地跳了起来。金总太强了，连麻大国都妥协为他所用。我什么时候要是有金总1%那么厉害就好。是啊，你看那是麻大国的地主，他居然都在为咱们金总护驾。就算咱们生意做得再牛叉，也不可能有这个待遇啊！总有一日，金总定能干翻基金会，而我们追随着他，也将登天而上。看着那个如神一般的男子，主神们心中震撼不已。所罗门大人，三金现在恐怕已经不是我们想弄就能弄的了。连西蒙都要被三金给斩了，整个麻大国被他弄得差点破产。这样的人该如何与之对抗？整个基金会内一片愁云惨淡。此刻三金早已擦干了泪水，眼神中散发着凛然的杀气。尊敬的三金先生，马努斯家族并没有想触怒您的意思，这只是一场误会。呵呵，马努斯家族骗我老婆全球公审，你们还要审判我？如今我如约而至，你们却轻飘飘一句误会就想带过，我白龙王岂是好欺负的？这里面误会很多，要定公子院罪和定您罪的人，并非马努斯家族。话没说完，这名马努斯家族成员就被当场击毙。还有吗？三金先生，请您冷静，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继续，阁下，人你已经救了，你这样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坐下来谈？众目睽睽之下，连续3名马努斯高层全部被三金下令击杀。成王败寇，三金你要杀就杀吧，我们马努斯家族不会屈服于你的。好一个铁骨铮铮的第3主神，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办了多么体面的事情呢。你们扣押一名孕妇来要挟他人，你觉得很光荣是吧？三金先生，我以地主之名，诚挚邀请您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对马努斯家族、对西蒙马努斯进行公审。好，马努斯家族第3主神公审全球直播马上开始。这一刻，全球几十亿人都在关注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直播。西蒙马努斯基金会第3主神身价12万亿，马努斯家族总身价超20万亿。天哪，我们要见证历史了。很快，包括西蒙马努斯在内的全部家族成员跪在三金面前接受审判。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次的特别审判官三金，受麻大国新任地主阿诺德的邀请，来审判马努斯家族。根据我手中掌握的一系列证据，马努斯家族自麻大国建国以来，无视法纪，为所欲为，侵吞了无数麻大国资产，杀害了无数竞争对手，还实际掌控了整个麻大国的高层。西蒙马努斯，你是否认罪？我认不认罪有什么区别吗？三金，直接判死刑吧，我不怕死。了不起，是个硬汉子。我个人特别讨厌死刑，所以马努斯家族全员被处以鞭刑吧。我可真是个大善人啊！在麻大国，一次性行刑的上限是6鞭，一个人能承受的鞭刑上限是24鞭，也就是说24鞭就能生生把人给疼死。没多久，包括西蒙马努斯在内的家族成员全被绑在了刑架上。马努斯先生，我要来了哦！三金使出全身力气，狠狠挥下一鞭。我知道错了，饶了我吧，我错了。这才第1鞭就扛不住了，你也太怂了吧！说完，三金又狠狠抽了2鞭子，西蒙马努斯直接休克了。我错了，三金先生啊，不，亲爹，亲爷爷，我错了，我求求您原谅我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这点苦还不及我老婆受的1/1000。
网友们全都看得冷汗直流。是鞭子下去是会死人的吧？哼哼，马大国的鞭刑是公认的，现存的最严酷刑，没有之一。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太血腥了。西蒙马努斯已经不知道昏厥又醒来多少次了。马努斯先生，加油！我看好你，你是最胖的。我求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我受不了了。行啊，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帮我指证基金会和霸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我可以考虑免了你的鞭刑。你要我当着全世界人的面指证基金会？你想做什么？你以为我之前在媒体上说的话是说着玩的？不行，基金会知道的话，我和我的家人绝对会比现在惨1万倍。这样啊，你们怕基金会，怕霸国，难道就不怕我这个火阎王吗？行吧，所有人都有，全员执行。别，三金先生，我愿意指证。别打了，让我死吧。好，现场前100名愿意出来指证的人可以免刑，剩下的就抱歉了。马努斯先生，你身为第3主神，又是马努斯家族的家主，我认为这100个名额里应当有你一个。一阵悲凉顿时涌上西蒙心头。好，我答应你。痛快！我再次重申，我受邀当这个主神，为的只有3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我个人是最讨厌死刑的，所以这次马努斯家族的成员一个都不用死，除了前100名之外，其余的人只要打够2万遍即可。另外，我宣布，关于公子院小姐偷窃芯片技术、恶意制造经济攻击，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罪名，通通不成立。宣判结束的这一刻，风红阳流出2行热泪。老婆，有人做到了我自己10年做梦都想做到的事情，3金恭喜，也谢谢你。好孩子，都是我大夏的好孩子啊！关掉直播，马上关掉。是。现在我宣布几件重要的事：马大国正式宣告破产。等等，先别关，千万别是我想的那样，千万别啊！鉴于马大国已破产，没有了偿还债务的能力，故此对于此前马大国欠下的债务全部不予偿还。该死的，马大国最大的债主就是基金会，他凭什么破产？我们绝不能同意。我现在有一个疑惑，马大国破产是不用还债的，但这样也会让其他国家再也不跟他合作，似乎划不来啊。继续往下看吧，三金肯定有阴谋在这里面。鉴于麻原已经崩盘，全球有100多个国家不再接受，所以现在废除麻原，不再生产。另外，从今往后，我国的法定货币将是大夏币。马大国换成大夏币为法定货币的话，霸国币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要重重下降的。三金这是借马大国的口向我们基金会宣战。最后，我宣布，马大国的运营和税收权今后全部交由大夏帮忙管理。干得漂亮！三金这一战顶得上老子几10年的功绩了。这恐怕不仅仅要进商业史了，连史书都要进了。小金，你说凭三金这一手操作，能不能把商力给替下去？疯子，你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让三金上位？我当着全球揭穿基金会的恶行，吴老星竞选开始。你想借着这个机会让三金上位？商力这个吴老新有名无实，上位前后做的荒唐事太多了。之前三金没有什么功绩，我不好向上峰提申请。可今时不同往日，光凭马大国这件事的功绩，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点都不夸张。没错，等明天咱们一起向上峰提交申请。这一次有如此功绩在身，我看谁还能拦得住？商力几人早已是面如死灰，这一次怕是没人能挡得住龙王飞升了。没错，疯子和小鸡这2个老东西一定会借这件事抬三金一手，到时候天王星的名头怕是要保不住了。不可能吧？我承认三金这次有点功绩，但也不至于直接晋升到吴老星吧？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告诉我，往前数100年，往后数100年，除了屈指可数的那几位先辈，有几个人的功绩比三金强的？他这次做的可是功在千秋的大事，更何况你这个天王星只不过是继承过来的虚名，名不副实。不行，一定要阻止三金上位！各位，你们一定要帮我，不然的话，三金上位对各位谁都没有好处。每次都是我们帮你，你自己倒是也争点气，拿出点功绩来。你告诉我，整个大夏有几个人能拿出三金这么高的功绩的？这能怪我太弱吗？你放心吧，我跟老鹰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三金上位的。毕竟他年龄太小，又是商人出身，有我们劝阻，上峰肯定不会轻易就答应。我呢，还有最后一件事，想必全世界99.99%的人根本不清楚我跟马大国为什么起冲突吧？实际上，我们之间一点恩怨都没有。马大国也好，马努斯家族也罢，都只是一个罪恶组织的棋子而已。三金，你想做什么？疯了！三金真是疯了！难道三金想当着全世界人的面把基金会给曝光了吗？三金，你当真要做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吗？世界上有一个名为基金会的组织，它是由全世界最有财富、最有权势的12个人组建而成的，旗下哪怕是预备成员，身家也
也必须过前1，亦或者是某个国家4手以上的大佬。想想看，这样一群人集结在一起，能在世界上掀起什么风浪？而他的最终目标也非常邪恶，那就是不计一切代价的吸收全世界90%以上的财富和资源，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以我对基金会的了解，真要是让他在几百年后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地球上的贫富差距将达到可怕的地步。我毫不怀疑，那种情况下，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海洋都将是基金会的客厅和庭院，甚至可能大气层都将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只要基金会达到了目标，我们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要交钱，喝一口没有无污染的水，看一眼蓝蓝的天空，晒一次太阳都可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全世界的观众们全都瞠目结舌。基金会，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存在吗？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肯定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跟他拼了。我咋觉得这事说的太玄乎了，跟科幻小说似的。就是啊，吹牛谁不会，我上我也行。我知道大家可能不信，没关系，我手里有基金会存在的证据。开始吧，第3主神。我是基金会的第3主神。基金会的真正目的是要做中产者。什么叫中产者？你现在可能觉得世界贫富差距太大了，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饭都吃不上。顶级的那5%的人掌控了世界上80%的财富。但在基金会的中产者概念中，他将拥有世界的一切，包括所有的财富、资源和人口。那个时候，基金会那不到几百个人，却能掌控全世界2000%的财富。为什么是2000%的财富？因为剩下的人只有负债，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资产，连他们自己本身也只是中产者的资产。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子子孙孙只要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将直接进入负债状态。这就是基金会的最终极目标和形态。在白龙王出现之前，这个中产者计划正在稳步进行，大概100年内就能初步实现，500年内彻底完成。我知道大家都不信，所以我让马努斯家族的人整理了大量的证据，还有基金会名下的产业，我都将在网上放出来。一时间，全球数十亿人同时接到了3金列出的证据。我的天，原来火国破产就是基金会搞的鬼啊！数次粮食大战都是基金会在幕后操作，怪不得马大国死活要抓公子越，原来是因为基金会在3金这吃过瘪。罗斯希尔德家族拥有25万亿巴国币的资产，我的妈呀，这何止是富可敌国啊，这简直就是富可敌世界啊！几天后，3金一行回国，受到了大夏最高级别的待遇。五老星全员到齐，无数帝都百姓燃放了一夜的烟花，庆贺龙王回归。隔天，3金受邀来到吴老星的办公地点。小金，你来了啊！疯子别寒暄了，这里是办公地点，要寒暄等下班了回你自己家。好，那咱们就开始吧。这次把你叫过来，是为了吴老星竞选的事宜。之前我提交的申请，上峰本来是已经同意了的，但是某些同志觉得不太妥当，认为你太年轻，而且犯过错误，不能担此大任。经过我和小鸡的据理力争，上峰终于给出了具体的意见。上峰是想让你跟天王星进行一次合理的竞争，谁的能力强，谁上位。我没意见，竞争上岗挺好的，公平公正嘛，这样以后也能以免落了别人的口舌。3金，你先不要得意的太早，听听看这次的竞争内容再说吧。首先提醒你，这次的竞争内容跟金融无关哟。3金，这次的竞争内容的确跟金融没啥关系，甚至跟你最擅长的领域统统无关。你先有个心理准备。没关系的，风老你说吧。这次的竞争内容与我国的工业发展相关，因为太长时间没进行过工业大摸底了，故此你们2个需要各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业摸底，在规定的时间内，谁能摸底到的民企对国家的作用和贡献最大，就算谁的能力强。3金，你要是觉得不太公平的话，我们可以向上面再反映反映。这完全就是不公平，商家老早以前干的就是这块工作，3金甚至没接触过，更是连摸底的概念是什么都不知道，拿自己的优势去跟别人的劣势比，还谈个屁的公平啊！小鸡啊，你这话就不对了，竞争吴老星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造福大夏吗？工业大摸底是最能造福大夏的一项活动，采用它当竞争内容，合情合理吗？上峰既然选这个当竞争内容，自然是有他老人家的考量。如果3金觉得自己搞不定，做不来，那只能说明他不适合当吴老星。谢老，我承认我们商家以前干过这方面的工作，这不就恰恰说明我担任吴老星有优势吗？一旁的3金差点笑出声来。没想到这3个大聪明居然想出了这个点子，这不是纯纯给自己送福利来了吗？我觉得3位说的很对，工业大摸底事关国家利益，的确是最合适考验吴老星的内容。这么说，你答应了？答应了。装模作样。既然3金也同意了，那你们2人从明天开始，同时开始为期3个月的工业大摸底，谁找到的对国家贡献大的民企多，谁就上位当这个吴老星。事情敲定之后，3金回府把竞争吴老星的事告诉了公子苑。我明白了，老公，你本就没想上位当这个吴老星，对不对？不，我是真的想当吴老星。竞争内容对我越不利，那么我赢了之后，就越是能让居心叵测之人闭嘴。可是你咋赢啊？你知道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吗？你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该联系谁吗？是个男人都比商力那个太监厉害好
罚。放心吧，山人自有妙计。上一世40年没拿下的科研项目，让一个卖鱼竿的工厂给突破了。航母阻拦所那么夸张的大型工程，居然被一个造钢司的提前完成了。现在我只需要提前把这些企业全部找出来，交给国家就行了。最新一次阻拦索实验又失败了，我们手里购买的阻拦索所剩无几了。按照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面临无所可用的问题。航母阻拦索没了，航母就变成了一艘普通的大船，我们国家3位一体的战队将受到重大影响，这可是关乎国家大计的事情。现在我不想听其他的借口，只想问你要一个答案。真不是我们造不出来，我们所的专家已经在这个领域苦心钻研多年，只要给足时间，那肯定是能造出来的。现在由于西方的各种技术壁垒，我们只能一项一项的自己去突破，速度自然慢了。当年咱们的前辈就没有技术壁垒吗？他们甚至连最简单的技术都没有，还不是一样造出2弹1星了？为什么到咱们这就不行了？周所长真不是故意为难你们，我们每次去找法国那些卖阻拦索的企业谈合作，对方给咱们多少窝囊气，你自己也亲身体会过。这样，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多久能迭代出市面标准的航母阻拦索？我也好向上汇报啊。过了好久，周易才憋出了一个数字：10年。再给我们10年的时间，我保证能研制出跟外国一样质量的航母阻拦索。10年，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一旦这10年里发生战争，需要用到航母了，我就问你怎么办？划船过去跟敌人打吗？圣死守，或许我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吴老星竞选，我让大夏提前成为顶级航母大国。不知三金先生来我战火司有何贵干？圣死守，这次来我是想跟您要航母阻拦所的招标数据的。航母阻拦所，您要这个做什么？我正在准备搞工业大摸底，我觉得有一定的把握，能帮忙摸底出有能力制造航母阻拦所的民营企业。开什么玩笑？我们这些顶级科学家都搞不定的高科技，你想让民营企业来搞定？这位是周所长吧？我来要数据，一是想节省时间，二是想一旦摸底到合适的企业，直接就能照着数据进行测试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反对，或者说你有把握在3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这个数据我可以不要。三金先生，你真有把握3个月内解决航母阻拦所的问题吗？有70%把握吧。到，我答应你这个要求了。不但如此，我还会亲自跟您一起去摸底，不怕您笑话，我是真快急疯了。圣死守，你糊涂啊！三金先生虽然其他领域的能力很强，但他懂什么是材料科学吗？航母阻拦所是什么？恐怕他都不懂吧？这种情况下，你把数据交给他，不是浪费时间吗？周所长，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打什么赌？如果3个月内我搞不定航母阻拦所，我就去帮你找上峰说情，让他们给你时间好好研究，并且我私人再出100亿的科研资金给咱们所。但3个月内我搞定了航母阻拦所，我想请您自己离职滚蛋，把位置让给有担当又有能力的人。好，既然三金先生把科研工作看得那么轻松，那我也无话可说，这个赌约我答应你了。三金先生，您真的有能力找到生产阻拦所的民企吗？跟我走就是了。去哪？当然是去能生产阻拦所的企业了。不是说要大摸底吗？怎么直接就要带我去找企业了？好消息，大国那边的钢缆采购商又下单了，这次要采购整10条之前那种克制的钢索，预付款都已经打过来了。你说这外国佬也真挺有意思的，卖钢丝神居然肯花这么大的价钱，甚至还派专人过来拿货，连邮费咱们都省了。你让人去把合同签好，就去仓库拿20根发过去吧。等等，从现在开始，大力公司暂停一切对外贸易。金总，怎么是您？杨总你好，我这次来是有些事情找你询问一下。金总，我们大力集团好像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吧？我们企业所有的手续齐全，每年税都交得足足的。我们没说大力集团有什么问题。先介绍一下，这位是战火司司手盛丰年。我们这次来是想问问你们企业有没有生产一种这样的产品。三金将航母阻拦所的参数报给了杨忠。这不就是今天那个钢缆采购商定制的产品吗？所有数据全部一模一样啊！没关系的，杨先生，没有的话您直说就行。这个东西是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我们需要这种产品。你们没有吗？难道你这有？说着，杨忠将今天钢缆采购商的订单合同递给盛丰年。您看看这个吧。看完合同，盛丰年一脸的震惊，因为这份采购合同里的钢索数据跟他们需要的航母阻拦所的数据完全一致。这可是法国那边最先进的航母阻拦所的数据啊！法国那边开口就要我们1000万巴国币，但这里的报价居然是20万巴国币，还随时有货。杨总，这上面写的数据都属实吗？自然是属实了，这就是我们大力集团生产的一种钢索的数据。杨总，你确定是钢索，而不是其他钢丝产品？你要知道，我现在可是代表官方在向你询话，撒谎的话后果很严重。这我有什么好撒谎的？我自家生产的产品，我当然了解了。就这种钢索，我们仓库还有好几千根呢。我操！走吧，带人一起去检测杨总公司的产品。周易，你快带上阻拦所的所有相关专家，立刻到我给你发的定位位置集合。盛死守，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们这边的专家正抓紧研究阻拦所呢，需要动这么大的阵仗吗？阻拦所我们已经找到了，全部数据跟法国那批最先进的航母阻拦所一致，现在需要你过来测试。此言一出，周易整个人都蒙圈了。
找到了，这才出去多久？有2小时嘛。圣死手，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你一天就在咱国内找到最先进的了，你自己说这是离谱不离谱吧？我承认，这是的确跟做白日梦一样，但事实就摆在眼前了。老周，你赶紧带人过来，如果耽误了大事，我拿你试问。挂断电话，双方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大力集团仓库。杨总可真厉害哈！我们这么多专家都没能研究出来的阻拦锁，居然被您轻松攻克了，而且还有一仓库的储量。周所长，你少在那里阴阳怪气。杨总并不知道他的钢锁是阻拦锁，而且现在也还没完全确定那就是咱们需要的阻拦锁。那为什么搞这么大的阵仗？难道我们的科研工作就不重要了？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还比不过他区一个小民营企业了？够了！如果你们早早的研究出来阻拦锁，我还需要替你们来搞大摸底吗？老子这是在帮你们擦屁股。你们不知道吗？圣死手，科研工作本身就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我建议这次测试还是别搞了，大家赶紧回去继续工作，时间1秒钟也不能浪费。说着，周毅居然就要带人离开。站住！我看今天谁敢走。三金，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国家科研人员的？今天不把数据测试完，谁也不能走。你们几个去仓库测试。等一下，周一你留下，其他人分成3组进去测试。测试出来的结果互相不许透露。如果你们的测试结果有偏差，甚至是错误，不好意思啊，我有的是法子治你们。三金的话彻底断绝了这些研究员给假结果的念头。当看到几千根巨型钢索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如果这些都符合规格了，那从此之后，世界将多出一个顶级航母大国。开始吧。仓库门口的周毅表情异常的紧张。真要测出来是的话，那我的前途绝对会一片暗淡。千万别试，千万不要试啊！很快，第一组科研人员测试完成。圣死手，硬度测试通过，数据合格，光谱仪测试通过，材质数据完美，抗拉性测试通过，已经达到市面上最高标准。找到了，真的找到了！天佑大厦，天佑我大厦！紧接着，第2、第3队科研人员分别进行了数据测试。阻拦锁就这么搞定了吗？从仓库出来的时候，盛丰年依旧一脸的懵逼，是不是没合格啊？我早就说了，不要浪费。周所不但合格了，而且还是世界一流水平。周所晕倒了，快叫救护车！冷风，你说他是真的假的？肯定是装的，都让开！我不光尿黄，还有结石，让我自省他。哎呦，别，我的小脑袋瓜！醒了呀，周所长。刚刚有点不舒服，肯定是加班加点工作累着了。没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就永远不用上班了。三金先生，之前那都是玩笑话，科研这块的工作我都干了几10年了，哪里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咱不能拿工作开玩笑哈。周毅，你自己带队这么久，屁都没搞出来一个，还3番2次的阻拦测试工作。我告诉你，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圣死手，我这么多年都跟着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真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被赶走吗？你该不会认为我会为了你一个区科研工作者去得罪这次找到阻拦锁的最大功臣吧？赶紧滚蛋！盛丰年，赶紧给我滚回单位！霸国的5代机今天又出面挑衅我们了，绝不能再这么放任下去，不然早晚有一天他们敢堂而皇之的越界。盛丰年，咱们的5代机到底进展如何了？国家投入了那么多资金，你该不会告诉我全打水漂了吧？着急什么？着急就能把5代机搞出来了？让小盛说话。说实话，5代机的研发有进展，但是进展不大。别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还需要2年半的时间，应该就能搞定了。2年半？你开什么玩笑？那时候谁还需要5代机？人家外国8代机都研究出来了。小盛，你也别怪我逼太紧。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也知道，霸国太咄咄逼人了，3番5次的挑衅我们。其实最近不是没有好消息，我们的航母阻拦锁已经研发实验成功了，并且确定是世界一流水平。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其实这件事多亏了白龙王3金。盛丰年将事情讲了一遍，听得这些大佬们目瞪口呆。这次干得不错，等过段时间肯定给你们发奖励。你说一下5代机现在还差哪些进展吧？其实我们的5代机已经造出来了，所有功能都跟霸国没有差别，但是我们去了最关键的一部分，隐身功能。没有隐身功能，5代机就算勉强上天了，也等于是活靶子。报告，刚刚霸国的5代机又来了，而且还很嚣张的放弃隐身数秒钟，然后从容隐身离去。太嚣张了，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不逼你，敌人就会逼我们。我明白，各位领导，我也就一句话，1年内不搞出5代机，我盛丰年主动引咎辞职。会议结束之后，盛丰年鬼使神差般的把刚刚的事告诉了3金。老盛，你也别难过，我是大摸底的负责人，既然咱们战火司有这方面的需要，那就由我来搞定这件事吧。你能搞定？如果跟我预料的不差的话，应该能搞定。那多久能搞定？半年之内行吗？只见3金笑着伸出3根手指，给我这么长时间就能给你搞定？3个月，呆油！真要是3个月能搞定，我喊你爹都行。我可没你这么大岁数的儿子，不是3个月，是3天。百年尺，今朝雪，我为大夏搞定第5代隐身战机。什么3天？你莫要开玩笑了！3天你甚至连5代机的原理都没搞明白，连它的配件厂来自哪里都摸不透。你觉得我白龙王是开玩笑的人吗？
如果你这能3天搞定，整个战方以后都会记你这次答案。上一世，一家叫龙盛的小公司研究出了能够躲过雷达监测的变色油漆，阴差阳错之下，解决了5代机的隐形功能。江城郊外，2名飙车党边敲门边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谁呀？老板，你们这有洋货吗？地震高岗，一脉溪水千古秀。面朝大海，3河河水万年流。刘老板，你说你卖个油漆，咋跟卖核弹似的，这么偷偷摸摸的，累不累啊？哥几个，这是最后一次了，要不是看在你们认识我老爹的份上，我打死都不可能再冒这个险了。没办法，你这个变色油漆效果好的一批，半夜在山上飙车，再也没被交警抓到过了，在圈子里都传开了。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地震高岗，一脉溪水千古秀。什么玩意？开门！派出所的！我操！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有暗号，绝对不会出问题吗？你以为这是电视剧啊？警察想抓人，还他妈跟你对暗号。我数到3，如果再不开门，直接按拒不处理。根本不需要数到3，刘鹏飞直接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我忏悔，我自首，全都是这群人逼我的，都是他们说家里奶奶2胎要生下来了，想开车闯红灯，我一踩。三井先生，你确定这个地方有咱们要的5代机隐形功能需要的材料？没看到那群飙车党之前，我还不确定，不过现在我可以100%确定了。很快，刘鹏飞被带回审讯室。说说吧，怎么回事？我错了，那群飙车党认识我吧？我就琢磨着，反正只是卖个几桶油漆而已，不会有什么大事。谁知道他们敢在公路上飙到300啊？什么油漆？你卖的油漆跟他们飙车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油漆能防测速雷达，所以他们飙车才没被检测到过。你那油漆真的能躲避测速雷达？能躲过？你确定能？你们那个小公司真的能躲测速雷达？别是吹牛的吧？我吹牛干什么？再说了，就一个油漆的新技术而已，我至于吹牛吗？三井先生，我得立刻把这个情况向上汇报。要是这油漆通过技术测试了，你就是咱们大夏站方的大功臣。我的职责所在而已。随即，盛丰年颤抖地拨出了一个号码。王老的，我好像找到了5代机隐形功能的关键材料了。你说什么？接着，盛丰年将龙盛汽修厂的事告诉了王明。快把那个叫刘鹏飞的家伙给我保护起来，还有龙盛汽修厂给我封锁了，弄成禁区。我这就带人过去，马上到。此时审讯室内，三金笑眯眯地看着刘鹏飞。您这么看着我干嘛？觉得你好看，是个大宝贝。我岁数也不小了，咱不合适。没关系，反正这次要留你的人也不是我啊。对了，待会有人来找你，要你做什么，你一定好好配合，否则的话，可真就没好果子吃了。俺的天老爷啊，俺就是个卖油漆的，咋就摊上这种事了？那的卖油漆的在呢，刘鹏飞呢？我不就是卖了几桶油漆吗？至于派这么多人来抓我吗？还出动了这么多特种战士，该不会我活不到明天了吧？雷达波长吸收性能检测完毕，验收合格。测速雷达验证实验完毕，确认监测不到目标。火控雷达验证实验完毕，确认监测不到目标。警戒雷达验证实验完毕，确认监测不到目标。随着一声声呼喊，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狂喜之色。三金先生，这次多亏了您，要不是您的大摸底，我们还不知道要找多久。我不过是做了点微小的工作，真正的功臣是旁边这位刘鹏飞。曹明在，老头子，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油漆到底是怎么弄到的？不用紧张，实话实说即可。是我们公司去罢国取经后调制出来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愿不愿意将公司卖给国家？卖给国家？你发明的这种油漆有着极为优秀的吸收雷达波长的功效，想必这个你早已知晓，对吧？经过我们的测试，这种油漆可以用到我国新一代的战斗机上，让我国的战斗机成功实现隐身。这种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最高机密，所以我们想收购了你的公司，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什么鬼？我来这里不是因为那群飙车党吗？刘总，你放心，价格方面绝对会给您一个满意的数字。愿意，我太愿意了。好，刘总，你说个数吧，这笔钱不需要国家出了，我个人就能付给你。我不要钱，只要国家别找我算那笔飙车党的账，我就谢天谢地了。你这叫什么话？要是民营企业搞一个什么发明出来，国家就免费征用，那以后科技还怎么进步？谁还愿意搞发明创造了？痛快点，给个数字。这个数您看成吗？1个亿啊，成交。我想说的是100万啊。1个月后，商力美滋滋地整理着手里摸底来的民企，一共108家民企，最牛叉的一家生产的钢索产品，已经快能达到大夏要求的航母阻拦索最低标准的2/3了。呵呵，我这摸底出来的工件，还不得把三金给秒成渣渣？乖孙子，看你这样子，摸底工作做得很顺利吗？都是爷爷您的功劳，不是您，我也不可能在短短1个半月就摸到了这么多顶级企业，尤其是那个钢索企业，技术顶级的很。我跟研究所的周毅所长很熟，他之前还跟我抱怨过咱们大夏的航母阻拦索研发进展缓慢，没个10年8年根本搞不定。你摸底出来的这个企业，估摸着起码能加快国产阻拦索5年的研发进程，光是这一件功劳就能让他3金望尘莫及了。
就凭3斤也想跟我商家几10年的积累抗衡？等到了赌约截止的那天，我要亲眼看到他狼狈尴尬的样子。对了，我三爷爷最近怎么没露过面啊？战方那边似乎有了重大的科研发现，好像是有关5代机的。你三爷爷被战方派去全力搞5代机的研发和测试了。据说运气好的话，这个月5代机就能搞出来。5代机的隐形功能搞定了？好像是吧，具体牵扯到国家机密，咱也不敢问。要是这5代机的隐形功能是我摸底出来的，该多好啊！在手上这点东西，加起来都不如这玩意一根毛。想屁吃呢！5代机全部材料配件都是战方专攻的，你就是摸出火星子来，也摸不到战方能用的东西呀。也是啊，这样能摸出来，那就真是天方夜谭喽。几天后，命名为白龙号的航母下海演练。三井先生，不知道此情此景，你有什么想说的吗？3军列阵，铁甲生辉，旌旗猎猎，英姿飒爽，吼声震天，威武受怨，忠武魂，豪情烈，百年耻，今朝雪。一手银霸，全场一片寂静。套用了岳飞将军的《满江红》，让各位见笑了。好一个忠武魂，豪情烈，好一个百年耻，今朝雪。我们大夏这100年来受了太多的窝囊气了。从今往后，能受到耻辱的只能是他们外国人。三金先生年纪轻轻，不但本领逆天，思想还如此进步，当真是我大夏不可多得的人才啊！王老，三金先生正在跟商力竞选5老星，他们的竞选内容正是工业大摸底。光是一个航母阻拦索，我就能保证先生稳拿第1了，更别提还有隐形油漆。三金先生，你放心，我回去一定会以战方的名义把你的功劳通通提交上去的，保证你能摸底第1。金总，咱们顺丰的无人送货机已经做好了，您能不能来给捧捧场？好，我马上过去。三金先生，您公司有事吗？我名下的一个快递公司上了新的高科技业务，让我过去帮着曝光一下，抬一抬市值和股价。这样啊，小盛，咱们一起跟着三金先生去看看吧，帮他的公司架架势。很快，几人来到顺丰物流的仓库。我气，战方大佬亲自来站台背书，顺丰的股价绝对要蹭蹭的爆炸。王老您请看，这就是我们顺丰公司找鸿蒙实验室专门定制的超大型无人机。该无人机加满油最高可以续航35个小时，最高可以升到1万米的高空，而且它最高能搭载1吨的货物，用来快递，简直堪称完美。等等，续航35小时，再重1吨，我没听错吧？没错，我们顺丰的无人机就是这么牛叉。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啊，王老，我有什么地方讲的不对吗？小伙子，你讲的太对了。三井先生，感谢你为战方贡献了如此优秀的大型无人机。呵呵，金总故意让咱们来考察顺丰集团，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贡献超大型无人机给战方，为咱们战方补足最后一块短板。自叹不如，自叹不如啊！我勒个去啊！老子上市最大的噱头，竟然被战方给截胡走了。时间很快到了大摸底评审的日子。立野，这次的评审有信心没？爷爷，您这瞧好啊，这次我必将白龙王斩于马下。5老星评审开始，我人未到场却独拿9997分。爷爷，这次啊，我不光拿到了咱们商家保留的那些高科技名器，而且还利用天王星的资源，拿到了不少实用的高科技呢。天王星的人愿意支持你了。在利益面前，脸面和尊严又算得了什么？那他们贡献了什么好东西给你啊？是大型无人机，载重量高达500斤，续航高达6小时。好东西，我之前就听说战方一直在找这种大型无人机，你如果能交上去，一定能狠狠的碾压三金。没错，爷爷，这样技术一拿出来，那绝对是能让战方全体起立向我敬礼感谢的存在。好，假以时日，丽儿你必定能将咱们商家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震天无耳，你看到了吗？丽儿终于出息了。怎么了，丽儿？其实战方那边这几个月有比我更好的高科技产品被摸出来了，一个是航母阻拦索，还有一个是隐形油漆。我托了关系询问战方，看看能不能把这2样产品挂我摸底的工作里来。可惜啊，只是挂个名都不行，战方这点面子都不愿意给天王星一脉吗？据说这2样是战方负责人亲自摸底出来的，不好操作，就连天权星和天枢星亲自去问，人家战方都不给面子。如果是王明亲自抓的这事，那的确不好操作。不过丽儿你也不用担心，这么牛的摸底工作，估计是倾尽战方一切资源才弄出来的玩意。要真挂你名，反倒是让人怀疑了。也是，这种贪天之功，真要是送给我了，我反倒要考虑能不能加进来。到了议事厅，王明跟诸多官方高层早已坐在评审席上。天王星，你来了。我先说一下本次评审的规则。因为工业大摸底主要是为了我们战方做技术储备的，故此本次评审战方的评分占比60%，其余各部门占比40%，得分高者获胜。商少，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尽管问吧。王老，我没什么疑问。老公，你快走吧，别耽误了评审，我不会有事的。天大地大，老婆最大，评审不去也罢。小金啊，你还是去吧，生孩子又不是什么大事，再说你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亲家母，你就别劝他了，这小子从小到大主意都大，咱们劝不动的。
马上就要开始了，三金怎么还不来？怕是知道自己会输，所以不敢过来正面应战喽。三金，你什么时候来呀？已经到时间了，你知道吗？王老，我老婆马上就要生了，今天的评审我就不过去了。好家伙，本来以为是迟到，结果这货直接不来了。三金，是你老婆生孩子重要，还是吴老星的职位重要？我老婆生孩子重要。三金的话让王明差点摔手机骂娘。这可是整个大夏只有5尊的吴老星啊，不知道多少人宁愿拼了命也要得到的位子，这小子居然为了老婆生孩子就不来了。三金老婆突然要生了，来不了。不过没关系，本来咱们这个评审就是走个过场，他来不来都不耽误评审。王老，这么重要的场合，三金说不来就不来，难道不是应该直接取消他的评选资格吗？那我问你，如果你老婆突然要生了，你是来还是不来？我当然要来了，什么事情能有比吴老星更重要？哼，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能不在乎，你觉得能当得好吴老星吗？立儿稍安勿躁，三金他来不来都不影响最后的结果。此子尚未评上吴老星，便如此不顾场合，目中无人。我看他今天必定落败。吴老星不是那么好评上的，商家和西门家的底蕴那么厚，三金怎么敢跟商力比大摸底的？你说公子愿生孩子，是不是三金找的借口啊？胡说八道！白龙王连基金会都不怕，能怕这区评审？可是商家这次提交了大型无人机技术，你也知道这是战方急缺的。三金没问题的，信我。虽然嘴上这么说，风红阳心里却是在打鼓。该不会三金真的要落选了吧？首先，我宣布商力的评审结果。根据评委会的综合打分，商力你的最终评分是9.98分，这分数简直高到离谱啊！丽人，你凭着实力拿到吴老星的位置了，恭喜你，商力，天王星的位置属于你了。不仅如此，这次西门一脉以后也会真心助你了。天王星的位置，你这才算是真正坐稳。呵呵，我终于靠着实力赢了三金一回。三金的分数还没出来，你现在就这么得意忘形，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反正三金也不可能超过我这么高的分数。评委会，我有一个提议，三金今天不能出席评选，固然有情可原，但这么重要的场合，要是人人都有理由，人人都不来，那成何体统？所以我认为应该小事成简，以儆效尤。你觉得该怎么罚？既然三金藐视评委会，我认为必须扣除一些分数，就扣个1，扣最少3分吧。商英没有被冲昏头脑，反而直接借题发挥。不行，三金是有正当理由不来的，别说扣3分了，就是扣0.3分也是不公平。要是扣3分，你直接说让商力赢多好。我认为可以罚些钱什么的，但不能罚分，毕竟生孩子是要做手术的，某种意义上算是家人生了大病，需要人陪同。好，就按商营说的，扣3分，这样商家就没意见了，对吧？不行，扣3分太不公平了，我坚决反对。哼，做错事情就要认罚，但凡三金重视一点，今天这个场合都不可能出现迟到的情况。这种场合都能迟到，那要是上了战场还了得？以小见大，莫说是扣3分，就是扣5分，我都觉得合理。4位吴老星唇枪舌剑，争辩个不停。4位请不要吵，虽然你们的职位比我高，但此次评选，我们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如果你们不服气或者对我们评选的结果不满意，都可以去找上峰理论。我再问一遍，扣了3分之后，商家是否就没有意见了？没错，只要扣3分，我们商家就没意见。好，选手三金因家中有急事未能到场，虽打电话请假了，但性质比较恶劣，故此评委会予以扣除3分的惩罚。感谢各位评委，也感谢4位吴老星前来监督。这次能获胜，我想说的是，不仅仅靠我自己的实力，还靠我商家和西门家团结一致。商力，评委会还没宣布三金的得分呢，你嘚瑟什么？吴老星就这点定力吗？可笑不可笑？还需要浪费评委会的时间吗？商力赢定了，而且是碾压式获胜。我知道2位急了，但是你们先别急，三金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来日方长嘛。风老、七老，我9.98分的超高分，无限接近满分，你说我怎么说？商少，谁给你说你赢定了？此言一出，全场所有人表情一致。王老，这种玩笑可开不得。我9.98分的高分，你告诉我怎么输吧？谁告诉你9.98分是高分了？谁又告诉你10分是满分了？难不成满分还能是50分，乃至100分？不可能，我可是贡献了大型无人机，这个王炸级别的技术，怎么可能得这么低的分数？难不成三金这次又是100分？不可能，一定是我想多了，一定是这样的。王老，你就别卖关子了，三金到底多少分啊？好，根据评委会的综合打分，三金的最终评分是9997分。
什么鬼？9997分，真是离谱到亲妈家开门，离谱到家了。一定是搞错了，你们是不是打分看错小数点了啊？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差错。王老，我代表吴老星问你们一句，你们确定这个分数没搞错吗？这次的评选事关吴老星的职位，如若我发现有人戏，我以天书星的名誉保证，那个人一定会被辞退。我知道各位都觉得这个分数离谱，我们算出来的时候也觉得很离谱，所以评委会每一个人都算了10几遍，最终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才拿到这个结果的。我可以保证，没有算错，也没有什么误会。好，我倒要听听三金这分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以去年的大摸底内容为基准，去年最好的摸底技术为100分进行打分。理论上来说，只要选手摸底出的技术足够好，贡献足够大，分数是没有上限的，也不存在满分一说。如果去年最好的技术是100分的话，我的无人机技术不说能拿9000分，拿个1000分不过分吧？凭什么只给9点几分？你们还说不是偏袒三金？商力，你冷静一点，听我们评委把话说完。商力选手的大摸底内容有：续航6小时，载重500斤的大型无人机，大型船舶防腐蚀油漆。整整说了10分钟，王明这才把商力提交的100多项技术说完。没遗漏什么吧？没问题，我倒想知道三金凭什么拿分？没问题就好。下面公布三金的摸底内容，一共有3项。第一项，航母阻拦索。怎么可能？那技术明明是大力集团上交的，跟三金有什么关系？航母阻拦索是三金先生带着绽放的盛丰年一起去大力集团摸出来的，整个过程都有盛丰年的文字、影像记录。好家伙，原来航母阻拦索是三金摸出来的，我说他咋那么淡定呢？第二项技术，五代机的隐形油漆。王明一开口，又是一张王炸丢了出来。你们搞笑的吧？一个航母阻拦索能3个月摸出来，就已经够离谱了。5代机的隐形油漆，连外国都没有。这项技术是我跟三金先生一起摸出来的，你觉得有问题吗？难怪之前战方连咱们的面子都不给啊！商力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咱们能争取就争取，争取不了的话就跟他做切割。这样的废物也不配咱们再倾力培养了。好，我看1万分打的都是比较谨慎的，再多一点也不过分。亏咱俩还为他不能到场而担心，就这种功劳，别说不到场了，就是连评审的步骤甚至都可以直接忽略掉了。我承认航母阻拦索和隐形油漆很重要，但是大型无人机技术呢？据我所知，这项技术是战方急缺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比三金评分低。此次评选，我认为应该作废不算。你这次质疑还算是有理有据，的确如你所言，大型无人机技术是战方急缺的，紧缺等级甚至比航母阻拦索还高了一点点。我就说嘛，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三金的最后一项技术就是大型无人机技术，它的大型无人机载重高达1吨，续航能达到恐怖的8000公里，比现有的大型轰炸机还夸张。你商力贡献的那个所谓的大型无人机，怎么说呢？成本比三金的还贵，载重和续航跟人家的一比，简直比玩具还玩具。我们评委会也是看在你摸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这才给了点安慰分，否则就是给你打0分，上峰也绝对不会说我们一个不字。这样心性的人，若是坐上吴老星的位置，那才是大夏的灾难。我宣布，本次评选三金选手获胜，他将代替商力晋级成为新任吴老星。全国人民为我女儿庆生，天龙星即位，商家末日到来。你这孩子，子月要生了，你咋不通知干妈一声？干妈，这不还没生的吗？你看看产房外面这几个人熬的，大熊猫眼瞪小熊猫眼。不行，我必须要亲眼看到我干孙女出生。再说我都已经给她藏了好几吨黄金了。此时，医生怀抱着婴儿走了出来。大夫，孩子咋样啊？怎么那么久啊？子月没事吧？母女平安，郭小姐身体没大碍，只是宝宝。只是什么？只是宝宝身体有点虚，体重只有4斤8两。不过各位放心，我已经查过了，孩子没什么大毛病，仅仅是有点虚弱而已。2007年11月18日晚上7点钟，一声啼哭响彻整个帝都，一时激起千层浪。网络上有关龙王女儿出生的话题瞬间冲上热搜。几小时后，无数大佬前来王府拜会。新讯集团总裁马腾前来祝贺，饭团外卖总裁王兴前来祝贺，淘宝网马福报马总祝贺三金先生喜得千金。这阵仗可真大！是呀，全大夏最顶级的商业富豪都来了吧？但是你们没发现吗？陈家人就只派了一个唱名的下人在门口，连一个直系都没出来迎接。你懂个屁啊！三金是他们的老板，他们在白龙王面前只是打工仔而已。切，大夏真正顶级的大佬可不是这些做生意的，一惊一乍的，搞得跟多么天大的人物来了似的。当初我家老爷子过生日，排场比这个大多了。劳烦各位让一让，我们领导要过去。你什么东西也敢让我？只见4位吴老星以及战王大佬王明等人信步走来。吴老星和战方负责人，我的妈呀，这是要逆天了吗？王府内，三金看着满堂宾客，有些无奈。
这群人没事跑来干嘛？还不够添麻烦的。今天除了恭喜三金先生喜得千金以外，还有一件大事要公布。吴老星的评审已经结束了，跟大家想的一样，三金先生以9997分的碾压之姿，成功打败商力，成为了新一任的吴老星。一瞬间，全场掌声雷动。王老，你有心啊！好了，4位老爷子，请跟你们的新同事握手，完成最后的交接仪式吧。很快，现场让出了一片空地。三金，你架子可真够大的，不光评审不来现场，连交接都得我们4位联合站方负责人一起来你府上。今天实在是有事抽不开身，以后我还敢。算你实。好了，今天是咱们新同事入职的大喜日，何必闹不愉快呢？三金，以后就是同事了，一起加油，为大夏做贡献。谢谢风老，以后不要叫风老了，要叫同志。恭喜你，同志！谢谢，同志。殷喜倒没那么小气，笑脸和握手，该有的流程一样没少，只是蒙阔吹胡子瞪眼，半天没伸手。三金，按照规矩，新入职的吴老星有权利为自己取一个封号，你想叫什么？就叫天龙星吧。好封号，透露着一股无可匹敌的霸气。用龙做封号，未免有点太过自负了吧？都什么年代了，一个封号还扯那么多避讳？我告诉你，现代社会不光起名自由，起封号也自由。小金同志，你有什么感言想说的吗？感言没有，提议倒是有几个，请讲。既然我入职了，那么我建议废除商家诸多优惠政策，彻查商家资产来源，同时重启前元老阁阁主李纯刚被害一案，将商家立案侦查。什么？三金，你一入职就如此针对前任，这未免影响不好吧？商家这几年跟2人合作不少，真要彻查，他们2家也脱不了干系。此言差矣，我认为商家绝对是清白的。小金同志这么做，其实是变相的为商家做一次证明。没错，小金同志当年身上背着李纯刚的命案，是靠着盾构及发明财宝释出来的。现在小金晋升为新一任吴老星，这个污点于情于理都应该查清楚。商力整整昏迷了3天才清醒过来。爷爷，我怎么了？大夫说你受到的精神刺激太大，大脑启动了防御保护机制，这才昏过去了，可把爷爷吓坏了。三金他已经走完流程，成为新任吴老星了。这么明显的作弊行为，上峰居然不管吗？哪怕是蜘蛛都不可能相信3个月的时间能摸底出这么多顶级科技吧？还有，按照流程，明明是我卸任之后才能轮到三金入职的，流程不对，我坚决不会承认三金是吴老星。丽眼，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说什么都没用了。一旦你卸任天王星，那些曾经的债主恐怕通通都会找上门来。你还是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爷爷，要不你去跟西门家的人说，让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三金，不让我卸任。别说西门家了，就是天书星和天权星，甚至是天机星和天玄星4个人一起弹劾三金都没用了。我是帝都银行总行的，之前商先生在我们行有一笔非常大的贷款没还，金额大概是300亿。现在通知你们，1个月之内连本带利还清，否则我们银行将走法律程序对商先生名下的产业进行清算。商力，你欠我张氏集团的20亿借款什么时候还？我们环宇建材的100亿货款，你今天必须给我结了。各位，我孙儿大病未愈，你们先等他出院了再商量还债的事情好吗？我呸！老东西，你别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今天我们要是走了，你能还钱？金特必须给大家伙一个交代。老子还没卸任呢，我还是吴老星，你们敢骚扰吴老星，不怕被官方问罪吗？吴老星，脑子秀逗了吧你？天机星、天玄星、天权星、天书星和天龙星，请问您是这里面的哪一位啊？还把自己当人看呢？我跟你们拼了！各位高抬贵手，这卡里有100亿，你们先拿去分了吧，剩下的容我再想想办法，行吗？不行，今天必须还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上哪去找你们？不行的话，那这钱你们也别要了。从此之后，商力逐出商家，与我商家无关。另外，你真以为丽儿不是吴老星，我商家就可以任由你们欺负了吗？这100亿我拿出来买你们所有人的命，恐怕都绰绰有余吧。不愧是之前的元老阁阁主，够狠，为了避债连孙子都能不要。成，那今天就先还100亿，其他的钱你们必须1个月内还清。等一群人离去，商银才扶起一脸幽怨的商力。丽眼，爷爷刚刚的话是缓兵之计，你莫要当真。可我欠的债，以咱们商家现在的财力根本还不起，谁要是被逼到份上了，爷爷，你那些话怕是会成真的吧？这时，又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不是说了吗？钱我会想办法筹的。我是天权星和天书星的人，还是二老有人情味啊？他们是想帮我夺回吴老星的位置，还是安排我去做别的位置？都不是。二老托我来告诉你们，天龙星已经申请对商家资金来源的调查，在调查期间，商家所有的优惠政策与官方合作的项目都会停掉。你们早得去做好准备，把跟二老有关的项目痕迹全部抹掉，莫要连累了二老，否则吃不了兜着走。还有，天龙星申请了重启李纯刚一案的调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李纯刚的案子都已经这么多年了，上峰已经还他清白了，
三金他还死咬着不放干嘛？还请这位小哥回去帮忙求求二位吴老星，最起码让李纯刚的案子定性，不要再查了。我只是来通知你们的，你们现在把事情给办了，二老还会看在以往合作的份上，尽量帮衬你们一把。言尽于此，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完了，商家这是要走上末路了。不，还没完，我卸任最晚能拖到过年，只要我没卸任之前，就算他们查出任何证据来，按照规矩都不能拿我怎样。可是过完年之后呢？爷，是你先放弃我的，别怪我。汉尼拔，为什么三金突然能拿出那么多增强大厦战力的高科技？隐形油漆、航母阻拦索这种本来我们有能力直接买断过来的技术，为什么会被三金摸出来献给大厦了？现在我们经济打不过，物理也压制不住了。你告诉我，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基金会的伟大目标还怎么实现？正面硬刚是没办法了，大厦战力增长的太快太离谱了，仿佛几年的时间把咱们几10年的路都走完了。你一句没办法就行了，那我要你这个第二主神何用？所罗门大人，虽然我们自称主神，但我们依然只是人。相比之下，你不觉得三金更像是神吗？一言出，全场成员都沉默了。不过我还有最后一招。你有什么好招？直接请塔罗会暗杀天龙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觉得也只剩下用杀招了。是啊，我们已经没能力挡住三金崛起了，让塔罗会动手吧。区区一个三阶，杀他肯定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主神们的发言让所罗门脸色铁青。所罗门大人，您意下如何？现在还不是时机，咱们霸联出的大招还没放完，收割尚未结束，直接动用塔罗会，肯定会引出诸多未知变动。这样吧，如果后续霸联出再也割不动大厦了，就让塔罗会出动。呵，那就再给三金一些喘息的时间。我们也相信所罗门大人一定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不会让我们这些人不幸福的。会议结束，所罗门独留莫拉古在场。他们应该是已经商量好了，今天向我逼宫。新晋的主神竟然跟老牌主神联手逼宫，他们是想造反吗？不是想造反，只是不想再当基金会的炮灰了。这段时间我们必须加倍收割全世界积累资源，之后我财富之神将与白龙王直接对决。